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点个赞啦！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影片中介绍的景点跟餐厅连结都帮大家准备好放在资讯栏咯。安妞大家，我是双人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有 follow 我们 IG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今年我跟木易阳到首尔过年啦。毕竟这一次过年休这么多天，不出国怎么行呢？接下来会有一系列首尔美食特辑的影片，我们会以不同的区域来介绍。这次是真的吃了很多很厉害的美食，所以一定要持续我们每周四的新片哦。第一集我们就从圣水开始，这一集会主力介绍4个圣水洞的美食，同时也帮大家整理出双人徐的圣水逛街地图。首尔美食圣水篇开吃啦！第一间安木，虽然这家主店是在釜山，但现在在圣水也有分店。安木是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名单，店门口有后位登记的机器，用手机登记就可以随时掌握后位的状况。建议假日时段还是提早来登记，比较不会等太久。安木是一家以猪肉汤饭为主的店，提供猪肉汤饭、什锦猪肉汤饭的选择，也有提供1到2人份的猪肉汤饭套餐。菜单有中文，应该蛮好理解的。入座后就用桌边的平板点餐，有中文界面。点好之后，如果信用卡结账，就可以直接桌边结账。想用现金结账的，店员会桌边协助哦。首先我们先点了一份猪肉汤饭1人份套餐，套餐有1碗的猪肉汤饭跟水煮猪肉。安木的猪肉汤饭的汤底是用猪骨熬超过1整天的高汤，不靠重调味就可以喝出自然的浓郁甜味。汤看起来有点像日式豚骨汤的感觉，里面的猪肉切得够薄，肉片还带有一点猪皮在上面，同时可以感受到肉跟香气、油脂的结合。汤饭里面的米饭是有选择的，你可以泡在饭里面吃，或是分开吃。直接泡在汤里面的米粒都会吸满了香醇汤汁。另外我们还点了什锦猪肉汤饭，汤底看上去跟猪肉汤饭差不多，依旧是浓醇汤底的感觉。比较不同的是，什锦汤饭会加上不同部位的猪肉，有薄切的猪腩、梅花，甚至是猪头皮等等。多部位的肉也能够让整碗汤饭的口感更加不同。真的有像豚骨的感觉，但是还没有到日本豚骨的那个拉面汤底那么浓烈。很好喝的汤但是老实说喝起来没有那么浓到很夸张。我们来吃一口饭，我点的这个套餐的版本是直接把饭加在里面，它预设是加在里面的。这个饭都会吸饱了那个汤汁的感觉，微微有硬度的饭，不是那种软烂的饭型，很好吃它肉的部分，你一刚吃下去的时候，油脂感会比较重，后面的那个瘦肉感会再出来，很好吃它一个人的套餐还有这个水煮白切肉，这个的肉感就比较强，它完全没有任何那种猪臭味或者是猪腥味，搭配它刚刚那个酱，有多一点点咸度，我觉得蛮好吃的。这种比较一般的3层肉，然后也有一些其他部位，像这个我不确定什么部位，但是它比较瘦。我刚才有捞到像头皮的猪头皮的肉，就是它什锦是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你可以一次吃到不同部位。老实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猪肉汤饭，其实没有到我心中的第1名。心中第1名，我觉得还是釜山的猪肉汤饭真的会比较厉害。我觉得它的汤是不会到太过咸或者是太过清，算是一个适中的汤。可能比较不是吃重口味路线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汤会很适合你。肉的部分，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点什锦的那个版本，你可以吃到不同种的肉的部位，吃起来的口感也会很好。每次我跟木易阳出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一餐谁付钱等等在算，到最后不是算不清楚，就是回饭店花了好长的时间在那边对账。所以我们这一趟首尔自由行一开始就先用的 Piso 智慧分账神器开了一个群组，不管一起吃饭、搭车或是之后要买东西，全部都先记在同一个地方。就算朋友还没下载，也可以先帮他记账，之后再补就好。像在韩国吃饭，先选好类别，输入金额 ，Piso 会自动帮你分好，而且是用即时汇率换算，就不用自己换算汇率啦，真的超清楚又方便的。但我真的要说 ，Piso 最神的是这一个，像我们出国的时候，常常会帮朋友代购，最痛苦的不是买东西，是最后要算钱。这种全韩文的收据，以前我们真的会一个一个去查国际条码，有的时候查不到，只能慢慢翻译，自己拼凑记忆。
现在用 Pizzo 只要拍照上传，它就会自动把收据里每一个品项、金额全部用中文条列的清清楚楚。我只要勾选这个是谁的，那个是谁的，分账立刻完成。如果你也常常出国记账分账到头很痛，快点试试看 Pizzo 智慧分账吧。资讯栏有免费体验3个月 Premium 会员的邀请码哦。旅程中有 Pizzo， 算钱的事就交给他。这家杯藤面包店一早9点就大批人潮排队，左边是排内用，右边是外带。杯藤是圣水洞超人气的面包店兼咖啡厅，很多人来这边不只是喝咖啡，是为了它的招牌牛角面包而来。主打商品是牛角面包，用安第斯玫瑰的盐搭配奶油，让咸香跟奶香完美的结合。也有巧克力、蓝莓、松露、葱花、乳酪等创意口味可以选。来买的人几乎都是把托盘装到超满，起手式都是5个以上再买，真的很惊人。结账完，店员会给你叫号器，同时会帮你妥善包装好面包，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服务。我们也入手一袋杯藤牛角面包啦，马上来尝尝到底有多厉害。早上9点就去排队，它是要排队的才买得到，很多人排。一走进那个店就觉得天哪，这个整间面包店的味道超级香。我们买了2个口味，第一个是原味，这个是他们杯藤原味的口味，外层可以看到有那种一点点那种颗粒的盐的感觉，它中间的里面有一点颜色，有奶油咯。我期待它是奶油，奶油的香气很重，面包很厉害，它一整天跟着我们，它的那个面包的那种扎实感跟咬劲都还在。我说看看那个角的部分，精华就是角。我每次吃牛角面包最喜欢吃的就是它的精华，它的那边就是脆脆的，然后还有一个这边的奶油味更重原味很好吃难怪会大排长龙，因为它已经放了一整天咯。一整天它的味道都还是非常的好。我很喜欢它的面包本体是走扎实感，有咬劲的，是越嚼你那个奶油的香气会越来越重。第2个口味是木易阳的朋友推荐他一定要吃的口味是松露，松露的蛮明显的，就是它的那一个外皮是有那个松露的碎在那个上面，它里面是有酱的，它中间是有类似像乳酪酱的里面是直接爆香它中间的那个内馅就是咸的奶酪、咸奶油，外层的松露非常的点缀，面包一样好吃，这我就不多说了。可是我觉得多了松露的那个香气很好，当然你是怕松露的人，你可能不敢吃，可是这个是松露味道，应该说香气很够，不会让你觉得哎呦怎么吃到都是那种松露的感觉，臭臭的，不会。它就是很点缀的香气，我觉得松露这款一定要吃因为它中间的内馅真的很好吃，很强。但不得不说，就是我们买2个，其实就要200块台币，对，换算下来，其实是认真有贵，对，等于一个就快要100块台币了，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去圣水，这个虽然要排队，我都还是觉得可以买1-2个来吃吃看，我觉得不会后悔，你会真的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吃的感觉。美食的部分，我们稍微中场休息一下。事隔1年再来到圣水，感觉圣水又进化了，有很多新的店，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 House Nowhere， 我们相信大家对它不陌生，在社群上应该都有被它烧到。1楼创意空间，一走进来就是巨大的狗狗迎接你。开幕之际是用 Tambourines 的概念快闪店来迎接大家，来到圣水一定要跟这个超拟真的腊肠狗拍照啦。其他楼层分别是不同品牌的展示店，像是2楼的 General Monster， 现场除了有墨镜的商品可以试戴之外，店内的各项装置艺术也是非常惊人，认真会有一种他们很认真把品牌跟艺术巧妙的结合，也希望传递这个品牌很有个性的理念给大家。3楼除了有 Tambourines 之外， New Flat 是他们家全新的餐具品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哪是餐具啊，根本就是艺术作品。他们的品牌理念是希望打破时尚的物件跟实用性之间的界限，去扩展转化餐桌上的一切。5楼的 New Deck Tea House 是希望把茶跟超越感官的意象去融合，创造出前所未见的香氛茶。在这边可以试闻不同的茶，想要创造不同的氛围，是真的蛮厉害的。另外也是最近才刚开幕的 CU 圣水甜点公园，你一定想说啊，这不就便利商店吗？这家比较特别的是，它以甜点为主打，一走进店里就可以看到满满一整柜 CU 自创品牌 PBIC 的各项饼干，这个我们以前也有介绍，真的是蛮好吃的。这边的口味是真的很齐全，应有尽有。
另外，在冷藏柜这边可以看到超丰富也超多样的各项甜点，认真说是真的蛮厉害，因为平常外面便利商店不可能看到这么多品项，也这么多元，数量还这么多的甜点。当然，这边还有一大的特色是甜点 DIY 区，你可以买店内不同的甜点、巧克力、软糖等等，在这边创造专属于自己的甜点。喜欢吃奶油的朋友，这边一整台的奶油机随你家爆，是不是很贴心啊？有来圣水的可以来这一间 CU 甜点公园朝圣一下。圣水这个区域各品牌都是以独立店面为主，点跟点之间会有一些距离，建议想要逛圣水的朋友要先把想逛的品牌列出来，顺一条路线走，比较不会走回头路哦。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双人许的圣水逛街地图。首先第一站我们会先从最远的 House Nowhere 开始，再一路往圣水地铁的方向走。喜欢买墨镜的朋友，这一家 Moose 的墨镜走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感觉，店在2楼可以去逛逛。再来这边还有一大栋的母星沙 Standard， 比较多素面带有一点休闲时尚感的服饰品牌，有点像 Zara 的感觉。EQL 是一个潮牌选物店，会精选不同品牌的特别的商品，喜欢挖宝的可以去逛逛。Hertress 是韩国知名的香氛品牌，以纯净成分跟多变的香味，成为韩国许多女生打造居家氛围的必备单品。Eder Arrow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圣水，一定要进去逛逛，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展演空间，朝圣一下就好，衣服蛮贵的就是了。Eder Arrow 对面这一区算是圣水比较热闹的一区，这家 Loy 是我这一次在圣水唯一有买的香水，香水的味道跟其他品牌不同，白茶的味道很耐闻，马上入手一瓶。SW19 香水的款式不多，但主打一个以时间为概念，创造不同的香气，可以进去试闻看看，但价格不便宜哦。再往下走就会看到 Blue Elephant 的旗舰店，真的很夸张，根本就是电影场景，可以进去逛逛，里面有厕所哦。喜欢挖古着朋友 Corner Shop 一定要去逛逛，可以搜刮到不少的单品。再来这一家 Medicube 的化妆品牌也有自己的旗舰店，店内也有很浮夸的陈设，可以进去看一下。在这附近还有日本品牌 Human Made，价格的部分就不用多说，肯定是比较贵的啦，但买得到东西哦。再来 New Mix 被誉为韩国最新的伴手礼，喜欢喝甜拿铁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啦，但我们自己是觉得很还好。这家 Sure 算是质感服饰小店，价格非常平价，而且材质跟款式都很有质感，可以进去逛逛。喜欢买可爱小物的这家 Old Lolly Day 一定要进去逛逛，各种可爱的小物会不小心荷包大失血。再往下走就是韩国很红的毛巾 Tato， 毛巾有很多颜色，2楼还有一整面墙可以拍照，可以进去晃晃啦。再来就建议往回走去逛逛刚刚有介绍的 CU 甜点 Park， 时间还够的话可以去 Olivia Young N 圣水店，它是结合品牌故事、香氛跟科技体验的韩国美妆空间。双人徐的圣水逛街地图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自行取用哦。逛完街我们就继续吃爆圣水美食啦。这一次来圣水，我们会安排这街 Common， 完全是因为它在 Naver 地图上的评价居然是满分5颗星，这在首尔美食圈应该很少见吧。店内卖的意式料理看起来不多，菜单帮大家翻成中文，有主菜、意大利面、炖饭、配菜，每道都有自己的特色，分量也算刚好。首先鸡肉炖饭是招牌之一，几乎每桌都有点。饭里面加了特制的调味粉跟一些混合的元素，希望创造层次丰富的味道，而且米粒本身经过特别的处理，能够吸附酱汁，也能够更有味道。主菜的焗烤茄子，店家先让茄子吸满了番茄肉酱，再用双重起司烤到外层微微的焦香，最后搭配上特制的茄汁肉酱，呈现出香气超浓郁的意式风味。很香欸，闻的味道确实是蛮意式的感觉。很好吃欸，所以它的cheese加上那个饭，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融合。而且它的饭的硬度很好，很好，很刚好。它旁边的粉其实是甜甜的，微微的甜甜的啊，奇多的那种cheese，对，有点像。然后它中间其实好像是就是鸡肉，鸡肉很嫩，而且它是切成碎碎的那种鸡肉，口感蛮好的。这个饭很好吃欸。我们另外点的这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前菜的感觉，有面包，然后配上茄子、cheese、焗烤。我先说，我是不敢吃茄子的人，这完全没有茄子的味道，可能是因为被它的番茄的红酱、它的cheese整个盖掉了，面包超松软，超好吃的，而且它的酱处理的很好，一定要沾爆它的酱，它的酱好好吃哦。
这家祖传3代马铃薯排骨汤是圣水的在地名店，从白天到深夜24小时营业，是韩国人最爱暖胃的 comfort food。很多人把它称为灵魂汤。跟我们一样，2个人的话，建议点小份的就好。一上桌就会闻到浓浓的芝麻叶的香气，排骨的分量也看起来超满，一整锅看起来就很有气势。不过先别急着吃，稍微等一会，汤滚开之后，整个浓郁的肉骨香就会扑鼻而来。它的汤头之所以可以这么有层次，是因为用猪背骨加上多种蔬菜跟香料长时间慢炖，喝得到清甜带有浓厚不死咸的味道。排骨的特色是那种炖到几乎可以骨头轻松拔下的嫩度，肉本身吸饱汤汁，有咬劲不干柴，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至于马铃薯不只是配角，它是吸满了肉汤的精华，煮到软烂但不会散开，一口吃下就会觉得整道汤品更加完整。肉很嫩，骨肉分离，然后肉还是有味道的。我还没有蘸酱，我先吃原味，其实就有味道。我觉得蘸酱更好吃不是辣的，多了一种酸酸的味道，蛮清爽的。我觉得蘸酱更好吃。我觉得汤是偏甜完全不会辣，咸度我觉得 OK， 不会到太夸张咸，可是很好喝我觉得它的汤的味道，因为不会太过咸，所以我觉得对于比较不常吃重口味的韩式料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汤底会蛮适合你的。我以为它已经煮得很透，但是实际上还是可以吃得到它的那种扎实的感觉。马铃薯要放最后吃，就是要让它再炖一下，就是比较化开的感觉，我觉得会更好吃。如果你是很想要体验看看马铃薯排骨汤的朋友，我觉得这间，如果你刚好又来圣水的话，我觉得这间很适合你，就是进来吃。我们今天中午经过的时候是大排长龙，对，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离峰时段来吃。傍晚时间我们就离开圣水，因为这一次首尔行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来看演唱会。没错，我们这一次时间刚好有搭上韩国女团 idol 的巡回演唱会，没办法，在台湾抢不到票，只好抢韩国的，所以就来首尔看啦。首尔场相对规模比较小，但离舞台也很近，看完的感觉就是太满足啦，真的是人生体验解锁。在韩国看韩团演唱会真的是追星一族的小小圆梦。刚好本周也是台湾场的演唱会，有去看的 Neverlands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心得哦。今天最后一站跟大家加码分享一下，在乐天世界公园广场最新展览 We Shine On，运用27万盏灯点亮新年的新希望，现场看是真的蛮震撼的，整个绚丽的灯光映在夜空之下格外的闪耀。展出的时间官方公告是到3月8号星期天结束，如果刚好这段时间有在首尔的朋友，赶紧把握最后几天的时间去拍照哦。下一集我们将前进弘大，继续探索弘大有什么厉害美食，这一次也是搜罗了几间在 Nevermade 上高评分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请继续锁定每周四双人许的新片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开小铃铛，我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我们下集见，拜拜。